一名意大利的留学生2年竟然被偷了4次，金额高达数十万元。没错，就是我就是那个冤大头。这几次被偷的经历真的让我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以至于被偷了将近1年之后，我才能比较从容地说出这件事情。我们从第一次被偷开始讲起。大概是2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刚来意大利，还在学习语言。应该是一天放学之后，我去咖喱巴里，从咖喱巴里到 Centrale 的那段绿线的地铁上，我被偷了。当时我初来乍到，甚至在被偷了之后，我连他们是怎么偷的都想了一会儿。后面我才恍然大悟，他们一开始是4到5个人，跟我挤进了一节车厢。当时我是和同学在一起的，他们大概2到3个人先把我的同学们隔开，几个人随后疯狂地挤着我，让我没有任何空间。其中一个人应该就只花了1站的时间，就从我的包里都偷了钱，甚至那个包我自以为觉得还特别的严实，因为我把钱放在了钱包的内夹层里面，钱包放在了一个小挎包里面，小挎包放在了书包里面，就将近有4层吧。但是小偷真的特别专业，常年作案的那种，绝对是的。那一次将近损失了4-5千人民币吧，就刚来米兰就被偷了。下面是第2次，也是我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。哇，这一次也是一段非常让我痛苦的经历吧。大概1年前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组团在米兰租了一辆车，沿着米兰去比萨的那条沿海的路玩一圈，然后到达比萨，然后去佛罗伦萨玩。我们其实上半程旅途已经结束了，就是我们已经把从geno瓦到比萨那段海边路程已经玩完了。我们当时是从比萨海边的一个小镇搬到佛罗伦萨去住，路过了比萨，就想看一看那座比萨斜塔嘛。顺便在比萨吃个午饭，我就把车停在了距离比萨斜塔前方大概30米的一条街道。那条街道我能够记一辈子，叫做比亚罗瓦。当时那条街道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安全的，就有宪兵、有警察在巡逻，因为特别靠近比萨斜塔，巡逻的警察呀什么的特别多，而且人来人往，人也特别多。我们就锁了车去吃饭了。吃完饭大概1个小时不到，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一个车窗被砸了。那辆车就是被砸了一个车窗之后，就可以伸手进去开锁，然后打开所有的车门。当时我们搬到佛罗伦萨去住嘛，这所有的行李箱都在车里面，所有的行李箱全被偷。我当时特别的慌张，就赶紧想要报警。当时语言还不是很好，就请了路过的一位意大利小姐姐帮忙打电话。打了电话之后，警察问你有没有看到砸车的人，我说没有。他就说那我们不需要出警了，你就来警察局做一下笔录就好。我就火急火燎的往警察局去赶，因为那个警察局是在市中心，我没有地方停车。我看到警察局前面有特别多的空车位，将近20几个，然后就随便找了个停进去。警察立马从2楼就开窗户跟我说，这边不能停车，你需要把车停到其他的地方。我说这是我很紧急的情况，因为刚才你已经跟我通了电话，让我赶紧来做笔录。那个警察摆了摆手，我以为是他就是说这边你就停一会儿吧，没关系。但是我2个月之后收到了2张罚单，差不多我需要交100欧的罚款，为了我违规停车停在了警察局门口。我们随后进了警察局，那就拿了一张纸让我们写自己被偷了什么东西、时间、地点。我们洋洋洒洒写了满页纸，把纸递给警察。警察其实看都没有看，问我们被偷了什么东西，价值多少，在哪儿偷的，你们都写了吗？我们写了满一张纸，那都写了呀。我们说我们写了，你看在这儿。他其实也不看，他甚至连那张纸都没有看，就签了个名，就把那张纸给我们，就结束了。我问他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个消息，他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消息？我说比如说我们的东西被找回来了，或者我们东西知道被谁偷的。他说那你回家等着吧。因为我们损失的东西真的比较多。我又回去被偷的那条街，想问一下被偷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。我就去问了一个在那儿卖伞的黑人，那个黑人小哥哥跟我说，他们是一帮开着豪车的难民，每天都会在这边砸10几辆车。
只要看不是当地的车，他们就会砸，不管里面有没有东西。他们的车非常非常好看，他们有2辆车，一辆车在几个街区之外接应他们，一辆车负责偷东西，偷完了之后呢，交给另外一辆车，然后分赃了之后，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那个黑人小哥哥说，他一开始刚来麦森的时候，看到有人砸车，他报警了。第一次警察并没有理会，第二次他报警的时候，警察说：“哦，好的，我们知道了。”第二天的时候，那帮难民就警告那个黑人说：“请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啊。”那一次我们就损失了特别多的东西，比如说我吧，我损失了将近4台相机，折合起来将近5万块钱。我的朋友他里面有一些首饰啊之类的，也是将近5万块。那一次我们就损失特别大啊，对我们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，真的哇。第3次被偷是在地铁里面，Loreto。当时我和我的朋友2个人，刚下地铁准备回家，迎面走来3个高矮胖瘦、就形态各异的3个外国人，当头就说他们特别喜欢中国，想要跟我合影一张，因为他们太过热情了，合影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。我就说好吧。他们一个人负责挡着我的那个朋友，跟我的那个朋友说话，另外一个人和我一起合照，还有一个人给我们拍照，3个人分工特别明确。拍完了之后，大概10秒钟吧，我立马发现我的手机不见了。我做了我这辈子最明智的一个决定，我被偷了之后，立马大喊贼呀，拉倒拉倒！那3个偷我手机的人立马开跑。但就Loreto那个地铁嘛，它其实特别的长。当我喊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所有人都听见了，所有人都看着那3个正在跑的人，奇迹的一刻出现了。特别有意思，那3个人回头走到我面前，把手机还给了我。可能他们知道地铁里面他们应该跑不掉吧。第4次是我刚出地铁，在往上走的时候，有一个台阶，有2个人就靠我很近。当时因为我被偷了这么多次，然后我形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我时不时的我会拍一下我的大腿，就确认一下我的口袋里面的手机在不在。当时巧了，我一拍，哎，有什么一个硬物不是我的东西啊？我一看，哎，确实也没有什么，我的手机还在。然后我一看旁边，哦，我就知道了，是他刚把手伸到我的口袋里头去的。然后就问你在干什么？他就问我什么什么地方在哪，语无伦次，就似乎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干的样子。然后我就说你想知道警察局在哪吗？他又装作他和他的同伴2个人在聊天讲话，然后就走了啊。我觉得我这4次经历真的就把好多偷的手法都体验了一遍，希望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在欧洲、在意大利不会被偷。